一个破旧的小作坊内，本就非常凄惨的一对小夫妻，此刻却完全没有工作的心情，因为不久前男人刚借了一笔300万的高利贷，如今刚过去3个月，他们就要连本带利偿还3000万。不得不说，这高利贷还真是黑出了天际。此刻的男女正在为欠款的事情争吵着，因为今天如果还不上账，收债人就会把男人搞残，然后拿走保险金抵债。就在这时，收债人卷毛就找上了门，二话不说就对着男人狂扇巴掌。得知男人的确没有钱还账的时候，卷毛就打开了身旁的机械设备。女人不忍看着丈夫变成残废，于是就将丈夫推出了房间，拉上卷帘门后，女人就脱掉了外套。可谁知卷毛根本不为所动，扯下她身上的破布就开始抽打并羞辱女人。而此时，女人的丈夫正在外面忐忑地抽着烟，忽然卷帘门再次被拉起，卷毛一把将破布摔在地上，丈夫还纳闷呢，妻子就匆忙出来捡起自己的破布，还没等她起身，丈夫就再次被卷毛给拽进了房内。接着在女人痛苦的哀嚎声中，卷毛直接废了男人的一只手。卷毛是一个专门替人讨债的狠人，被他搞残的欠款人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了。这不，刚又搞残了一人，成功拿到保险金后，他还不忘买只鸡犒劳一下自己。可快到家时，一个不注意，竟被地上的冰给滑倒了，手上的鸡也趁机跑掉了。就在卷毛气得乱踹的时候，忽然一个陌生的女人提着那只鸡站在了他面前。女人一言不发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卷毛被他看得一脸懵圈，虽然感觉非常的莫名其妙，但自己可是个狠人啊，连声谢谢也没说，拿过自己的鸡就转身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卷毛亲手为自己做了炖黄焖鸡，吃得正香呢，房门却被敲响了。打开门一看，正是刚才那个女人。她还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卷毛，卷毛也懒得搭理她，直接就要关门。可女人竟将手伸进了门缝，卷毛见状，直接又用门撞了几下。可女人好像没有痛觉一样，最后直接闯进房间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刷碗收拾房间。卷毛再次蒙圈，直接拽着女人将她赶出了房间。可到了晚上，卷毛透过窗户又看到那个女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房间。女人在楼道里坐了一夜。第二天卷毛出门时，再次看到女人，脑袋里的疑问更多了，这到底是谁家的娘们？难道是看上了自己不成？但一向独来独往的他还是没有理会，直接下楼继续讨债去了。可谁知女人竟再次跟了上来，这次女人说话了，说自己是卷毛的亲生母亲，还跪在地上祈求他的原谅，说当初自己也是逼不得已才将他抛弃的。听到这里，卷毛感觉非常的晦气，一大早的怎么还莫名其妙的多了个妈，直接一巴掌打在女人的脸上，骂了句疯婆娘后就转身离开了。可女人却还是不依不饶的跟着他。卷毛再次找上了一个欠款人，当着其母亲的面狂扇男人巴掌，而那个女人就在一旁淡定的看着这一切。随后卷毛将欠款人带到了一个烂尾楼，测量了一下高度，又问了下男人体重，然后就让男人抱着一块石头从这里跳下去。男人自然知道这样跳下去死不了，但是肯定会落个终身残废。男人不忍拖累自己的母亲，决定爬到更高的楼层一死了之。可卷毛却拦住他说，死掉的话保险金会比较麻烦，当场就要将男人推下去。男人这时看到了一旁的女人，还以为是幕后老板，就祈求女人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可女人回应他的只有冷漠的眼神。男人被债主从3楼推下，卷毛正准备下楼查看，可那个奇怪的女人又跟在了他身后。卷毛转过头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趁我把你也推下去之前，赶紧滚！”可谁知女人却说：“卷毛非常的无语，骂了句疯婆子就下楼了。来到楼下后，发现男人的腿还没彻底断掉，直接垫上一块砖头，又残忍的补上了一脚，这样保险金的钱就刚好够还债的了。就在卷毛要离开时，地上的男人大声的怒骂了起来，说卷毛一定不得好死，还诅咒卷毛会被大火活活烧死。卷毛一脸的不屑，这种话他听得多了，没一次成真过。可不曾想，一旁的女人听到后，直接对着男人的腿又狠狠补上了几脚。回去的路上，女人再次向卷毛展现了母爱的力量，询问卷毛晚上想吃什么。卷毛懒得搭理就回家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女人就提着一条鱼找来了，见卷毛没有接，直接扔下鱼，转头就离开了。卷毛捡回了那条鱼，可他没有吃，而是放在了鱼缸中。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怀疑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母亲。第二天，卷毛继续去收债，可这次的欠款人已经不堪重负自杀了。卷毛气得不停对着尸体扇耳光，骂男人不负责任。随后又发现了男人的遗书，很快卷毛就根据遗书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人的母亲，想让男人的母亲偿还债务。可他母亲不仅是个瞎子，甚至家中没有一丁点值钱的东西。无奈卷毛只好拿走了现场唯一的兔子。回到家后，吃着兔肉，喝着酒，几杯下肚后，卷毛看着浴缸中的那条鱼，还有卡片上那个女人的电话，一番思索后，竟真的打过去。他质问女人真的是他母亲吗？当初又为什么要抛弃自己？可女人却一直不说话，然后竟忽然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听到声音的卷毛打开房门，果然女人就在门外。进屋后，卷毛说自己身后有一块很大的
胎记，问女人在哪里，可女人却说当时自己年纪小，生下卷毛后就跑掉了。卷毛转身拿来一块东西，说你吃下后就承认她这个母亲。女人毫不犹豫地放入嘴中，可一低头却看到卷毛的后腿在流血，原来她口中的正是卷毛说的那块胎记。为了认儿子，女人只好忍着恶心咽了下去。本以为这样卷毛就会认自己，可谁知卷毛竟直接将她推倒在地，然后摸着她的肚子说：“我真的是你生的吗？”女人点点头，可谁知卷毛却又说：“那我能回去吗？”女人当场就懵了，可卷毛的情绪却越来越激动，女人痛苦地呼喊着。好在最后卷毛冷静了下来，躺在床上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女人为他做了早餐，这突如其来的母爱让卷毛非常的不习惯，一口饭都没吃就起身干活去了。临走时，女人还向他报以慈母般的微笑，可卷毛还是不敢相信这一切，接着就又去讨债了。可这次对方却说：“돈을 좀 더 빌릴 수 있을까? 한 3천만 원만 더. 나 병신 돼도 좋아.”卷毛一脸的蒙圈，男人接着又说自己的孩子下个月就要出生了，他想给孩子衣食无忧的生活，甚至还说可以的话想让卷毛废掉他的2只手，一只手3000万，这样他既能还上卷毛的钱，自己也能分上3000万给孩子买奶粉。卷毛一开始还很坚决，可看着男人将手伸进铡刀里时坚定的眼神，他羡慕了，羡慕男人对孩子的那份父爱。最终卷毛留下了那份保险单，决定放男人一马。可他刚走出房间，男人还是亲手废掉了自己。卷毛再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却不知为何有了一丝心酸的感觉。回去的路上，他看着商店里的女士外套发起了呆，接着就带着为女人买的外套回了家。看来他似乎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这个母亲了。他试着询问女人的家庭情况，自己还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之类的，可女人却一直默默织着毛衣不作声。卷毛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又出门讨债了。这次的欠款人也是个狠人，一见面就将手伸进了铡刀，还说自己一开始就没打算还钱。接着男人带着卷毛来到了楼梯上，看着眼前的风景，卷毛不知怎的又想起家中的女人，不知不觉中，他已经被突然闯进他生活里的母亲改变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冷血残忍。这次他又选择放男人一马，可这个男人还是选择跳楼结束了生命。卷毛不知为何会这样，明明自己都决定放过他们了，他们自己又为何不肯放过自己呢？卷毛问母亲，钱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些人会为之放弃生命呢？ 모든 것의 시작이자 끝이지. 사랑, 명예, 폭력, 분노, 증오, 질투, 복수. 说到复仇，卷毛忽然想到了个什么，嘱咐母亲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不要随便开门，自己的仇人挺多的。听到这些，母亲非常的开心，当即问卷毛要不要出去走走。于是两人就一起去逛街了。他们手牵着手，卷毛第一次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，两人互相喂食，一切都变得美好了起来。卷毛像个孩子一样玩起了气球，还遭到了路人的嘲讽。母亲当场就狠狠教训了那人一番。最后卷毛挺身保护母亲，对方才道歉离开。可殊不知，这一幕恰巧被之前摔断腿的欠款人看到了。第二天，他就跟踪母亲来到了家里，男人将刀架在了母亲的脖子上，逼着卷毛用汽油烧死自己。卷毛无奈照做，可忽然母亲咬住了男人的手，卷毛见状，直接一个飞刀插在了那人的肩膀上，那人就踉跄着逃走了。经过这件事情后，母子俩一起生活得更温馨了。这天，母亲忽然告诉卷毛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你买个蛋糕来吧，妈妈给你庆生。卷毛一听，兴奋地夺过母亲手中的毛衣，说原来这是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啊。第二天傍晚，卷毛就兴高采烈地提着蛋糕回家了，可一进门却发现母亲不见了。他拨打母亲的电话，却发现手机就在家里，他慌了。可殊不知，此时的母亲竟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小作坊。女人趴在冰柜边缘痛哭了起来，那撕心裂肺的程度不难猜到，冰柜里一定是她挚爱之人的尸体。而另一边的卷毛刚相认的母亲却不见了。他思考了很久后，找到了自己的老板，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老板因为自己最近疏于讨债绑走了母亲。可当他让老板放了母亲的时候，老板也是一脸的蒙圈。你这种人还有母亲啊？真有的话也不在我这里，你还是想想是不是那些被你搞残的人找你寻仇了吧？卷毛立马回到家翻起了自己的账本，可就在这时，母亲又回来了。卷毛见状，大声的指责母亲为什么不带手机，知不知道自己有多担心？没错，卷毛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这个女人了。生日宴顺利的进行了，随后女人带着卷毛来到河边种了一棵松树，还说自己死后希望卷毛将她埋在这棵树下。卷毛立马说那还早呢。又过了几天，女人吩咐卷毛去给松树浇水，卷毛照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女人却打来了电话，而此时家中的女人却在不停的拍打着房门，打砸着房间里的一切，装作有人入侵的样子，最后尖叫着挂断了电话。卷毛匆忙的跑到家中，女人却早就不见了踪影。他还以为是仇家找上了门，根据账本上的地址一个一个的寻找，可如今那些被他残害过的欠款人，有的已经死了，有的把仇恨传到了下一代。那个当初想脱衣还债的女人，更是看到卷毛就恨得牙根痒痒。 네가 쓰레기 새끼.
차에 매달아 갈아 죽이고 싶어.最后，卷毛找到了一个小作坊，这里没有一个人影。可看着冰箱里的血迹以及作坊主人的笔记，他知道对方已经死了。可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仇家了。母亲到底去了哪里呢？不知不觉间，他坐在轮椅上睡着了。此时，女人终于出现了。她对着熟睡的卷毛倾诉了自己的恨意。原来，他的儿子也曾欠过卷毛他们的高利贷，结果也是被卷毛给搞残了。只是最后儿子接受不了现实，选择了自杀。而如今，女人却不打算轻易杀掉卷毛，因为这太便宜她了。她要让卷毛也体会一把那种失去至亲的痛。随后，女人找到了卷毛的老板，二话不说就来了2个大逼兜，然后淡定的拨通了卷毛的电话。老板被打得有些懵，反应过来后，对着女人就是一番拳打脚踢。而此时的卷毛听着电话那头的殴打以及尖叫声，也认为是老板绑架了母亲，正准备去救人呢，却收到了一张照片。女人故意将他引到一个烂尾楼，很快卷毛就赶到了现场。女人立马装作被人挟持的样子，不断的向里面求饶。而此时楼下的卷毛也真的认为是有人在逼迫母亲，甚至跪在地上苦苦求饶。可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女人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女人看着楼下痛哭的卷毛，一时间也有些可怜他，毕竟多日来生活在一起，她也感受到了卷毛的改变。可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她还是要杀人诛心。就在这时，之前被卷毛摔断腿的男人的母亲出现在了他身后。她和女人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想让卷毛体会一下失去至亲的感觉。可就在他准备推的时候，女人直接自己跳下了楼。卷毛看着刚相认的母亲的尸体，那种痛苦的滋味是他这辈子都不曾体会过的。最后他按照母亲的要求，将尸体埋在了那棵松树下。可挖坑的时候，却在下面发现了一具尸体。看着那熟悉的毛衣，此刻的卷毛才明白了一切。可尝到过母爱的他，最后还是倔强地换上了那件毛衣，躺在母亲身边，最后体会了一次母爱的温暖。卷毛找到了那个试图脱衣还债的女人，看着即将出门工作的女人，他将自己锁在了女人的车下。女人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拉着卷毛不知开了多少里，一路上留下的血迹表明卷毛绝无生还的可能。他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方式结束生命，不仅是满足开车女人的心愿，更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救赎。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曾犯下的罪孽。